好热。爹，我走不动了，肚子好饿。再撑撑，前头就有水了。就剩5个饼子了，省着点吃。姐不饿，你吃。谢谢姐。渡劫失败，我撑不住了。咦，这似乎有什么动静。这是一只猫。原来还没死，这猫什么眼神啊？女人，别走，带上我！本仙堂堂天界散仙，没扛住雷劫，一睁眼变成了猫，胖成球的猫，浑身没力气，走路都费劲。这女人还嫌弃我。等等，这女人身上有股灵气，可以让我尽快恢复马力。管她什么面子，先赖上她再说。你这是碰瓷，你知道吗？救我！浅浅，哪儿来的胖猫？逃荒还捡一只猫回来？咱自己都吃不饱，哪有余粮喂它？它都这样了，扔了会死的。以后就叫你胖墩儿啦。女人舒服，继续。咱家的粮食就剩这些了。二郎，来，浅浅，吃点儿。你也饿了是不是？就这么多了，将就吃。这个女人是傻吗？自己都没吃饱，还给不认识的路边猫分口粮。不知道猫可能有病，不知道猫可能咬人，她怎么什么都不放？本君千年修仙，见过的贪婪算计，比他吃过的饼还多。傻子。傻子不该被饿死。等我缓2天，就2天，缓过来就用仙术给你们变吃的。虽然法力只剩一丝丝，变点粮食应该还做得到，就当报答你这口饼子。浅浅，浅浅，醒醒！姐，你吃，你吃，二郎藏着的。他太饿了，要吃点东西。变出食物来，不行也得行。这猫身子太废了，以前随手一挥能让百亩良田丰收，现在变一筐鸡蛋，差点把自己变死。鸡蛋，1筐鸡蛋！老天爷开眼了，有蛋吃了，姐姐有蛋吃了。吃了，能吃下去就好了。猫怎么这么累？它干什么了？好吃。以前逃荒走10天，也没遇过这种好事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有吃的就吃。猫猫，你是不是会变东西？别跟我说话，我听不懂。猫猫，我渴了，我想吃梨。姐，天上降梨了！啊！天上下梨？你能不能别这么没出息？他弟说一句话你就变东西，你以前不是冷漠无情、高冷仙君吗？你的原则呢？你的傲骨呢？你是仙君，仙君！胖墩儿，有你真好。原则没了。
炮鼓也没了。算了，当舔猫也挺好。不对，我才不是舔猫。胖墩儿，我爹说昨天那2个山梨掉下来之前，他看见你在树上蹲着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会不会变东西？他起疑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不干脆承认，反正那些东西确实是我变的。但是我堂堂一个神仙，对一个凡人女子眨个眼摇个头，太跌份儿了。你这表情就说明你真的有事。女人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算了，我不问了。我不问了，但是明天能不能再捡到一点东西吃的？我爹腿肿了，我妈嘴巴都皮皮了。你说啥？我还是听不懂。你到底能听懂多少？让你爹娘吃饱，你自己呢？你的嘴唇不干吗？小腿不肿吗？我再变点食物。不行，米太扎眼，馒头凭空出现太假，不像是路边捡来的。荞麦面就荞麦面，保存久，能充饥。以前一挥袖就是万食粮食，现在变半袋荞麦面，差点又把小命搭上，真够丢人的。浅浅看到这袋荞麦面，眼睛会怎么亮，嘴角会怎么翘？大半夜的，这猫蹲那儿干嘛？我眼花了，还是撞鬼了？累死本仙君了。那只猫不对劲儿。我昨晚亲眼看见它往包袱上变东西，就那么蹲着，噗一下，东西就出来了。变完之后，它都站不稳，歪歪扭扭的，像累瘫了一样。这事儿烂肚里，你谁都不准说。胖墩儿会变吃的。来，吃面了。谢谢我的小胖墩儿。女人，居然趁我睡觉偷亲我！这些东西可不能被别人发现了。猫也得吃，它跟着咱们也不容易。娘你自己吃，它不挑食。谁说我不挑？我可是吃过焦渣玉露的猫。顾家那口子怎么回事？咱们都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他们家还把粮食给猫分一碗。这些凡人，他们在护我。说顾家藏粮的，说猫邪门的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当神仙的时候，高高在上，受供奉是理所当然。现在不是神仙了，只是一只对他们还有点用的猫，而他们在护我。他们这是把我当家人。他们家那吃的不定怎么来的，咱们都快饿死了，他们面糊糊还这么稠。噩耗传来，沈姑娘死了。我家还有半个馍，你家是不是没吃的了？谁说我家没吃的？我家猫会变好吃的。娘，顾二郎说他家的猫会变吃的。他说着玩的，别当真。从今天起，在外人面前谁也不准提猫，粮食的事儿也不能提。谁问吃的哪儿来的，就说挖野菜挖的，记住了吗？谁在问猫会不会变东西，你就说你姐编的瞎话，听懂了没？我知道了。秀兰妹子，你们家粮食咋还有？
是不是路上挖着啥好东西了？哪有啥好东西，树皮都嚼过。晚上那是多加了半瓢水，看着稠，其实吸的都能照人影。是啊，孩子们饿得晚上直哭。饿，大娘，你有没有吃的？给我点吃的吧。我也饿。大娘，你有吃的没？我没有，没吃的。绝，这一家子不去唱戏可惜了。刚才那个可怜巴巴的饿字，喊得我差点信了。赶紧吃，吃饱才有力气赶路。搞定。姐，你演的也太像了。这一家子，顾家妹子，这个给你，刚在那边坡上摘的，挺甜的。谢谢铁牛哥。胖墩儿，你干什么？几颗野山楂也敢往他手里递？长得歪瓜裂枣，一看就是酸的。我当年什么灵果没见过，千年仙桃都拿来喂鸟。这猫是生病了吗？你谁呀你？你跟他说过几句话？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？你知道他晚上睡觉抢被子吗？你知道他挠我下巴的手法有多舒服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还不走？铁牛哥，对不起，我回去好好收拾它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！顾浅浅，快来救本喵！胖墩儿，快走！胖墩儿别怕，一会儿就暖和了。以前当神仙的时候冷热不侵，从不知道被人捂在手心里原来那么暖和。胖墩儿，好了好了，暖和了吧？他的手，他的声音，他的心跳，真好听。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你是不是在撒娇？胖墩儿，原来你也会撒娇。那不是撒娇，是失误，是对这猫身体的本能反应失去控制。都站住！包袱摊开！都把吃的给老子拿出来！爹娘，谁要是敢把吃的藏起来，老子弄死你！老大，他离筐还有1尺远啊，他怎么摔出去了？猫也没动啊，它的尾巴也没动啊！走，快走！胖墩儿，你刚才……他看到了。胖墩儿，你也太脏啦！这你也太脏了，顾浅浅，本喵不干净了。地下有一道隐秘泉水，水质很好，而且带点灵气，如果能引出来，这沙坳里的人都够喝。换成以前的仙君脾气，管他凡人生死。可现在，算了，就当为了他。胖墩儿，你跑什么呢？妙，别啰嗦，等着吧。这土是湿的。水泉眼，这泉水好甘甜啊！胖墩儿，你真厉害。喵，我不知道你在惊讶什么。我只是一只普通小猫咪。咱家粮食又见底了。胖墩儿，要是能有点肉就好了。不是我馋，是我爹天天干活，腿都肿了。法力变不了太多肉，但山里应该有野鸡。用仙术把野鸡从林子里引出来，虽然有点费力，但能行。就到这儿了，没法力了，再跑本仙君就要散架了。鸡，这是野鸡啊！我的老天奶，天降大野鸡呀！大勇，哪里来的鸡呀？是胖墩儿。嘘，
胖墩儿，累坏了吧？好好休息。今天日头真毒，你家棚子搭得真结实。秀兰啊，你家这日子过得可真好，我看别人家都瘦了一圈，你们家倒都挺精神的。哪有，就是我们家浅浅勤快，天天上山挖野菜，回来煮一大锅。你看这汤很寡淡，放的是找的野葱野蒜，闻着香罢了。王婶，你尝尝，这种野菜煮汤可鲜了。哦，野菜啊，你们家浅浅可真会找。句句带笑，字字带刺。娘，我刚才是不是说太多了？这一家子为了给本仙君打掩护，真是把演技练到炉火纯青了。女人辛苦了。这地儿是待住了，可往后咋办？粮食撑不了多久。什么东西？是胖丁儿。那个方向之前没有全眼，后来被胖墩儿刨出了水。那是山坳里最陡的崖壁下面，平时根本没人去。这么晚了，他去那儿干啥？去看看。他就蹲在那儿，干啥呢？这是啥光？胖墩儿身上怎么会有光？他在饮水，这光是他在使力气。胖墩儿，就差一点，这点灵力都撑不住，还当什么仙君？他在拼命，这只猫在拼命给咱们找水。给我出来！不能让他知道我看见，这事儿不能让他知。灵力见底了，好在本仙君底子厚。这女人身上暖和，回来了，这是把自己折腾成啥样了？胖墩儿，吃一口嘛，这可是鱼汤。不想吃，只想睡。娘，胖墩儿今天有点蔫儿，不吃东西。是不是夜里着了凉？这荒山野岭的，不是着凉，他是给咱们引水去了。昨晚那光是他在用命换水，这泉眼能出水，是胖墩儿拿自己的命数在填，给胖墩儿整一块舒服的地儿。以后他要想来修炼也更舒服。我不知道你是个啥来历，也不问了。你护着我们一家，我顾大勇这条命以后就有你一份。以后猫想吃肉，把我那份给他。这莽夫倒是比我想的聪明。娘，你快来！胖墩儿叫不醒了，他身上好烫，跟火炉一样。姐，猫猫咋了？猫猫是不是死了？墩儿，你这是咋了？烫成这样，这是烧起来了。人发烧还能灌药，猫可咋整？昨晚他就撑不住了，我眼睁睁看着他倒下去的。我去套车，去镇上找兽医。逃荒路上哪来的兽医？你上哪儿找？他救了我们一家，我连个兽医都给他找不来。猫猫，你醒醒，我把我的糊糊给你吃。二郎别哭，胖墩儿会好的。胖墩儿，你别吓我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。死女子抱这么紧，喘不过气了。别哭了，我这不是还没死吗？本仙君命硬得很，就是灵力透支了而已，睡一觉就好。娘，让他睡着了就不难受了。本命空间还在，当年渡劫劈碎了大半，就剩这一小块了。当年随手撒的种子，没想到还真长了几株。退蛇草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找着了还得送出去。这副猫身子扛不住仙药的药性，吃了它，我自己肉身直接得炸。给我出去！顾浅浅，接好了。刚才还没有，突然出现的。这叶子颜色不是普通的草，是它，一定是它。上次变出鸡蛋，这次变出草药，它在救我们。这个是胖墩儿变出来的，草药对，
是救他的草药。娘，快把这个煮了。这草我跑了半辈子医馆都没见过，丫头说是猫变出来的。好，我就知道是你，鸡蛋是你，草药也是你。你不肯说，我就不问。但我知道是你。聪明女子，这女子的眼睛肿成核桃了，哭了多久？别哭了，你吓死我了，我差点以为你醒不过来了。傻女子，本仙君哪那么容易死？都睡了，这女子还不睡，把我抱过来是要干啥？胖墩儿，你不是普通猫对不对？那株草不是普通草，那卵鸡蛋也不是普通鸡蛋，你到底是什么？完了，这女子太聪明，从鸡蛋那回就起疑了。不是本仙君不想说，是这猫身子说不了人话，说出来就是一声喵，谁听得懂？喵，看吧。说不了，我写总行吧？你可千万能认字。人山，这是个仙字。爪子写字太难了，当年本仙君写一手好行草的，如今写出这么个歪八字。仙，所以你是神仙？我捡了一只神仙回来，当肥猫养了这么久。那你为什么变成猫了？这问题太扎心。写慢点，他得认清楚。堂堂白月仙君写这俩字，脸都丢到九重天外了。渡劫失败，那你还挺菜的。什么？顾浅浅竟敢嘲笑本仙君！你知道本仙君渡的是什么劫吗？9天神雷，9981道，换别的神仙第1道就灰飞烟灭了，我硬扛到第80道，就差最后1道。菜，你说谁菜？挺菜的。你给本仙君收回那2个字。菜就菜吧，下次不许再把自己累病了，听到没有？这女子胆子是真大，知道我是神仙还敢亲我脑门。听到是听到了，下次我尽量控制着点。带刀的芽菜，王婶领来的，这婆娘又整什么幺蛾子？3个人都带着刀，王婶领的路。浅浅，把猫抱好。二郎，到你姐那边去。就是他们家，官爷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他们家那猫邪门的很，大半夜眼睛冒绿光，比灯笼还亮。进去看看。胖墩儿别怕。王婶，又是她。上次在河边盯我的就是这婆娘，这次直接带人来了。胖墩儿，这筐里啥也没有啊。官爷，家里穷，没啥好翻的。官爷，我们家犯啥事儿了？你说的妖怪呢？那只猫，就那只猫，它是妖怪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它蹲在河边，眼睛跟2团鬼火似的，那不是猫，是妖物。法力只恢复了一点点，但把粮筐遮一遮还做得到。把山鸡换造成野菜就行。上次的仙草差点要了命，这次只是一点障眼法，撑得住。别动。他按我干嘛？我得把山鸡遮。别再用那个。他知道我是仙君，知道我能施法，然后他觉得我这仙君连几个捕快都搞不定。不，他是怕我把自己搞死。这女子，你家的猫呢？这就是你说的妖怪。上次来还有肉味儿，这回怎么啥都没了？闭嘴！头儿，这户人家就是一些野菜、粗面，清汤寡水，连盐都没放够。头儿，这家人是真穷，锅里连点油星都没有。没什么特别的。不对，不是粮食，是猫。那只猫才是妖怪。官爷，你信我，那只猫绝对有问题。我活了半辈子，从没见过那样的猫。让开！算了，上回施法差点死了。这女子守了我1整天，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。她刚才说别再用那个，不就是装废物吗？本仙君演这个手到擒来。肚皮给你翻，面子算什么东西？只要这女子别哭，让我在地上滚8圈都行。士可杀不可辱。算了，现在是猫，辱就辱吧，反正顾浅浅看见了也不嫌弃，他不嫌弃就行。官爷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平时凶得很。这是妖怪。头儿，这婆娘是不是疯了？不就是一只破猫吗？还挺胖的。以后没证据的事儿少报官，以后再拿这种事儿消遣官差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官爷，再废话，
治你个诬告。不可能，我明明看见的，那猫肯定有问题。走了，真走了。幸好走了。3个带刀的衙差，真要硬来，我这把斧头不一定好使。但就算拼了命，也得让他们脱层皮。吓死我了！我的手到现在还是软的。刚才他们翻粮筐的时候，我差点以为全完了。顾浅浅，没事了，人都走了，你还蹲着干嘛？本仙君在地上滚了8圈都没说什么。刚才那个废物要你别当真，那是演的。胖墩儿，没事了，别怕。到底是谁在怕？你这丫头脸都白了，还反过来哄我。这雨再下去，面就全废了，就剩这半袋面了，泡坏了全家吃啥？这雨这么大，可怎么办啊？棚顶才补过没几天，又漏了。这山里的天，说翻脸就翻脸。面泡了，雨再不停，明天这家人连糊糊都吃不上。灵泉空间里还堆着些旧炖货，搬几袋出来应该撑得住。就是法力才恢复了1点。以前随手存的破玩意儿，现在倒成救命粮了，真沉。当年挥挥手就能挪一座山，现在拖1袋米喘成这样，还能再搬1趟，再来1袋，不能停。这雨不知道下几天，明天他们要是掀开粮筐发现面全毁了，顾浅浅和2郎得饿肚子。胖墩儿呢？跑哪儿去了？平时都贴着我睡的，今天怎么不见了？第4袋，搬完这袋就歇。上回扛3道神雷都没这么喘，这猫身子动不动就透支。胖墩儿，你在干嘛？你又在用那个？不对，不是法术，他只是在搬，一遍一遍的搬，腿都抖成那样了。他白天装废物猫，让捕快戳肚皮，半夜一个人在这拼命搬粮食，不能出声。他不知道我醒了，他不想让我担心，我要是起来他就白装了。行了，4袋稻米够他们撑一阵子了，本仙君先歇口气。3袋，这猫身上那个光，它又在变粮食。不问了，不问。胖墩儿，上次是水，这次是粮。我顾大王欠你2条命。这一大碗给胖墩儿。昨晚那场雨把面泡成了浆糊，今早粮筐却多了3袋稻米。我知道怎么回事，也不需要知道。这猫吃东西就行，上次病成那样得补。今天粥真稠，4袋，他搬了4袋，我在枕头上数了4下。他趴下4次。是啊，不知道怎么就变稠了。猫猫多吃点儿，猫猫太瘦了。瘦？你爹刚才还说我胖，不过看在这粥够稠的份上，本仙尊不计较。等咱们日子好起来，给猫盖个窝。砖头猫窝，冬暖夏凉那种。砖头猫窝，冬暖夏凉，这家脑袋里都在想什么？本仙君才不稀罕。之前用灵泉水浇过这块地，如果能再养出几株仙草，法力就恢复得更快，到时候就能变出更多东西来帮他。先不想香草了，先陪他睡觉。耳朵压麻了，算了。胖墩儿，你倒是会享福。那可不，比你爹的砖瓦房也不差。等等，砖瓦房还没盖呢，先享受当下。胖墩儿啊，我问你个事儿，跟我说说你渡劫失败的事情。他这个语气，上次他用这个语气问话的时候，差点把我老底掀干净。我听不懂，我继续装睡。别装睡，起来嗨。渡劫失败，法力快没了。那你还用法力变东西？你是不是傻？没有食物，没食物，你们会饿死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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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哭别哭，最怕他哭了。上回哭枕头湿了半边，这回怎么办？你现在连只耗子都打不过。他说的对，上次在窝棚里看见一只耗子，追了3步就喘，3步，仙君的脸都被这猫身子丢光了。但我是仙君，曾经厉害过。那你赶紧修炼，
恢复法力。等法力够了，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变1筐鸡蛋，不，2筐，加1筐山梨，再加……别在心里盘算变东西了，你先把肚子养好。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你尾巴摇得太快了。上次来还是几根豆芽菜，现在都长成半大小子了。这地方还真缓过来了。它动了，不对，是风吹的。空间里哪来的风？那就是它在动。叶子跟人打招呼呢。以前在天界，本仙君冷漠寡情，灵泉也跟着清冷寂寂。现在每天被他抱着揉，被他爹摸头，被他弟当枕头，灵泉竟然变暖了。这地方的审美趣味已经彻底被他们一家带偏了。给你们加点鲜料，2滴灵泉水够他们今晚1人1碗，多了怕他们直接飘起来。今天这汤怎么格外鲜？没多放东西啊，还是野菜汤，好喝。再来1碗。看什么看？本仙君什么也没干。照这个进度，我爹的腿肿很快就能消了。娘这几天精神也好了不少，2滴灵泉水而已。效果就这么明显。药田再长几株仙草，灵泉水就够一家子调养1遍了。到时候先治腿肿，再养气血，然后是他嗓子。上次撒谎说的嗓子都哑了。等出苗了，咱家就有自己的菜了。你先把手上的泥洗了再说，刚补好的棚顶又被你摸脏了。补得真结实，昨晚那场风都没掀动。姐，这颗白的像猫猫的肚皮，这颗花的像猫猫的尾巴，那颗灰的呢？像猫猫生气时候的脸。本仙君的肚皮、尾巴和生气的脸，被这小子拿去当石头分类标准了。胖墩儿，你看，一窝菌子。这窝菌子昨晚我遛弯的时候撒下的，算了，让他以为是自己发现的，开心点。鱼，2条鱼搁浅了，它们好傻。搁浅是本仙君昨晚用尾巴从深水区赶到浅潭的，这2条鱼蠢的可以，赶了好一会才上岸。今天运气真好。运气好就好，不用知道是怎么来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王婶搬走了。谁不知道？上次报官丢了大脸，还有脸在这待？走了也好，清静。秀兰，你家之前给的药草还有没有？我当家的昨晚咳得不行。有，一会儿我让浅浅给你送过去。以前老家带的，专治咳嗽。我再给你配1包脱欧退热的。这个天容易着凉，太谢谢了。回头我家捡了菌子，分你们1筐。浅浅又去溪边，今天日头晒，走树荫底下。顾浅浅，哎，知道了，婶子。喵，这山坳里现在到处是好意。王婶走了之后，空气都香了。这调子跑得找不着北了，北在哪儿？北在他脚下，调子去了南边，但他哼得挺高兴。以前当神仙的时候，从没有过这种感觉，看一个人洗衣走都能看1上午。到底是这个猫身体的问题，还是他有问题？看1万个人洗衣裳，不如看他一个人。完了，本仙君的审美趣味已经彻底没救了。以前在天界看仙鹤跳舞都觉得无趣，现在看人类洗衣裳却移不开眼。日子要是能一直这么下去就好了。谁说你只能过这种日子？天凉了，得进山打些野味，给家里添点荤喜。再不吃肉，你弟的脸就要凹进去了。进山？他一个人？这山坳外围还行，深山里头没个仙君带路，他能打着什么？你也进山？不是我想去，是你需要我。对，你需要我。走，这个视角不错。本仙君现在像个领军出征的大将，坐骑是个扛弓箭的庄稼汉。东边灌木里3只野兔，西边松树下5只山鸡在刨松子，南面，哦，1只受伤的野鸭趴在泥坑里，够了，够他们吃一阵了。
今天运气不错，刚进山就撞见兔子。运气？那是本仙君吹了一口风，把兔子送到你脸上的。山鸡好几只，它不跑，这知道省事。当然了，它本来趴得好好的，是本仙君用灵力裹住它翅膀，不让它扑腾。不然你以为野鸭会等人来捡？行动代号：喂饱全家。你这猫比猎狗还灵。猎狗？他拿本仙尊跟猎狗比，猎狗能调动天地灵气吗？猎狗会开空间裂缝搬粮食吗？本仙君拒绝接受这个比较，回去要顾婉婉赔偿精神损伤，至少多揉2下下巴。明天还来，你要是想来就跟着。行吧，看在你今天剑法进步的份上，虽然进步的原因主要是猎物瞎了眼。爹，把那个大碗递我。这一锅怕是够全家吃3天了。娘说吃不完就给邻居分点儿。天冷了，肉放得住。好香啊，比我家过年吃的还好。那只猫也有肉吃吗？红烧兔肉，火候精准，炖山鸡汤，汤汁已经收到第3道。酱烧野鸭，这个酱是她自己调的，比天界的百针宴还多一层烟火气。这个女人是个被逃荒耽误的名厨。毛毛，你也在等肉吃吗？不是等，是在进行品鉴。弟弟，娘说把这2盘给隔壁孙奶奶送过去，端稳了别跑，看着脚下。保证不洒。哎呦，二郎，你家今晚吃啥这么香？野兔、山鸡，还有野鸭，我娘做的。孩子，这……我娘说了，您一个人住，趁热吃，碗我明天来收。娘，孙奶奶让我跟你说谢谢，还说她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没吃过这么香的肉。知道了，你洗手去。你娘嘴上不说，尾巴摇得比谁都快。我娘没有尾巴，她有，在心里，跟我一样。凡人吃饭有规矩，先等人齐了，再等年纪最大的动筷子。本仙君在这家待了这么久，这点规矩还是懂的。胖墩儿，来开饭喽。这是给我的，和他自己一样多。二弟，你把那片菜捡起来，掉地上的不算，这个也不算。对，那片捡起来吃掉。以前在天界，御厨拿我的灵泉水炖千年灵芝，也没见他们分我一碗。这女人自己碗里多少肉，给我碗里就多少肉，她又不图我什么，我变只耗子她都打不过。娘今天做饭辛苦了，快吃，凉了。手艺好是一回事，心好是另一回事，你们2样都占了。本仙君运气不错，不是你们运气不错，捡了我这么个知好歹的猫。哎，猫猫呢？猫猫去哪儿了？刚还在我脚边，你轻点折腾。找到了，猫猫今天跟我玩，我带你去溪边看蝌蚪。蝌蚪？上次看蝌蚪，它踩滑了一脚，摔进溪里，最后是我下水。不对，是我被你姐逼下水，把你叼上来的。本仙君不想再看蝌蚪了。婶子，你看我家猫好看不？好看好看，跟你一个色儿，都灰扑扑的。他说我跟着泥猴子一个色儿，本仙君这是银灰，高级灰，仙界最流行的佛色。你自己不吃，猫猫喜欢吃肉，我要让猫猫多吃点儿。这块肉的分量够它长3两肉，它自己腿还细得跟马杆似的，你倒是自己吃啊！算了，本仙君也知道劝不动你。那是我猫，猫猫喜欢我，它白天跟我玩。你俩当这是拔河吗？本仙君不是绳子，我的脸要被拉成鞋垫了。行行行，今晚归你，明天归我。猫猫是我的了。什么叫归你？你们有谁问过本仙君的意见？那棵树少说2丈高，他爹昨天还说这小子爬树摔过2回。他姐在溪边洗衣服，离
离这儿有半里地，这意味着一旦出事，救场的只有本仙君。猫猫别急，我掏个鸟蛋就下来。我不急，我就蹲这儿，你掉下来的时候至少有个垫的。脊柱，本仙君的脊柱断没有？好像没有，但离断不远了。猫猫，你痛不痛？猫猫，我以后再也不爬树了。你上次摔进溪里也是这么说的。行了，别哭了，刚才那一下本仙君用灵力抵消了，不然你以为你还能在这儿哭？胖墩儿，你疼不疼？不疼，就是有点丑。胖墩儿，你真好。这是奖励。他怎么又？上次是偷亲，这回是明目张胆的亲。这是奖励。他说这是奖励，那以后多做点好事，是不是还能有？不对，本仙君做事不是为了奖励。不是为了奖励。女子求撸。法力恢复了一点，拉他的意识进空间应该够用了，让他看看药田长什么样，省得他老惦记那些仙草。这是哪？这是你上次说的空间？不然呢？全天下除了本仙君的空间，还有哪有这么浓的灵气？胖墩儿，你长得好好看啊！你那惊讶的表情可以收一收了，嘴张的能塞进一颗山梨。胖墩儿，你看，你的草长这么大了，上次还是小苗苗呢。上次就跟你说了本仙君厉害，不过说实话，这速度确实出乎我的意料。从前在仙界，仙草长半尺都要3年，难道真是因为最近心情好？不能碰，这株草的药性烈，碰一下让你睡3天。不能碰，那你自己也别碰。他第一个反应不是为什么不能碰，是你自己也别碰。这个女人，本仙尊不需要她操心。你这里真好，安静漂亮，闻着都让人舒服。现在是挺好，以前这里冷得像冰窖，连棵杂草都不长。你来了之后，它才变成这样。不过这话太肉麻，本仙君说不出口。还行，就还行。胖墩儿，你看那朵云像不像你？那朵云圆滚滚的，确实挺像，但本仙君不想承认。1、2、3，他在眨眼，又数乱了。从前看仙鹤跳舞都觉得无聊，现在光数他睫毛就数了半个时辰。这猫脑子的构造肯定有问题。哎，好痒！不是我，是风吹的。空间里本来就有风。虽然本仙君刚才故意控制了风向。你干嘛？我看见你的尾巴了。他没看见，他炸我。他每次都用这招。被抓住了，他的手指好烫。本仙君的尾巴尖不能随便碰，那是灵气汇聚的地方，敏感度是其他部位的10倍，10倍。躲什么？我看见了，就是你。泉边上再种一棵桃树，等桃树开花的时候带它进来，花落到他头发上，本仙君就伸手帮他拂掉，然后……想太远了，先把法力攒够再说。胖墩儿，过来看，这里有只蝴蝶。蝴蝶有什么好看的？不过它招手的样子挺好看的。又疼了。没事儿，这山里的寒气比往年重，你睡。灌碗姜汤不管用，下午喝了2碗了。旧伤，寒气入骨，普通姜汤哪管用？得用活血化瘀的仙草。药田里那株红花仙草，算算日子该长成了。本来想等它再养几天，药性更足，现在等不了了。找到了，就是这株。上次看还是花骨朵，今晚刚开。你倒是会挑时候，他爹腿疼你就开花，放到女人的枕头边上，他知道该怎么办。上次是退热的草药，这次是红色的草药，
之前学过一点药理，红花入血，这是活血化瘀的。丫头，这是在煎药。爹腿疼，老毛病。这药草哪来的？野地上挖的。丫头，这是什么？不像姜汤。爹，喝吧。膝盖热了，不痛了。他爹，你说丫头这药是不是胖墩儿给的？我知道，别声张。一株红花仙草换一条腿，吃。胖墩儿，今天西边那片野菜又长高了，一会儿我带你去看看。这么快就睡着了？昨晚不是睡了一整夜吗？胖墩儿怎么不吃肉？昨晚的也没动，是不是病了？身上不烫，就是蔫儿，闻到了，肉泥加了野葱，想吃，但眼皮被胶占住了，法力透支的滋味，浑身像灌了泥浆，从耳朵尖困到尾巴尖。胖墩儿，咦，我刚才不是在喝水吗？怎么到他手上了？还有，我身上为什么是湿的？难道本仙君刚才差点掉进溪里，在一个巴掌深的水里？真是奇耻大辱！疼不疼？不疼，真不疼。别嚷嚷，就是困了点儿，睡2天就好了。你别这个眼神看我，本仙君最受不了你这个眼神。别再动不动就用那个了，我爹的老寒腿会好的，我也会挣钱的。我们一家人能不能争点气？别老让一只胖猫带飞。谁带飞？谁是胖猫？你才是胖猫！你们全家都是胖。等法力再恢复一点，剩下的本仙君来。聚灵阵不用大阵，小小一个够用就行。主阵眼放在他家窝棚正下方，辅阵覆盖山坳200丈，调节一方水土，温养几亩田地。他爹的腿不会疼了，他的娘也不用愁粮食了，他也不用天天盘算怎么挣钱了。别想太多，猫想对人好，不需要理由，就是看他顺眼，看他哪儿都顺眼。又伸手了，每晚都要伸手捞我。要是真有一天我不在，不对，本仙君哪都不去。聚灵阵布完，法力恢复更快，人形也快恢复了。到时候不是猫了，还能继续陪他。快了，聚灵阵快好了，到时候就有更多力气变好东西给你们。不过你这个睡着就揪我耳朵的习惯，能不能改改？每天早晨起来右边耳朵都是麻的，专门揪这一只，你就不能换一边揪？本仙君以后人形要是歪一只耳朵，全山坳都要笑。聚灵阵完工倒计时，天数未定，先把砖窝规格定了。秀兰妹子，你家这窝棚收拾得真利索，比那几家的土坯屋都亮堂。大娘您坐，我给您倒碗水。不忙不忙，我就是走走亲戚，顺路过来看看你。你们家浅浅多大了？有16、17了吧？说人家了没有？说什么？说人家？他嘴皮子一碰，说的什么话？这老夫人进门不到半盏茶，连人家都扯出来了。还小呢，不急。哎呦，16可不小了。我娘家外甥今年20，人老实，家里有3间瓦房，比你家窝棚强太多。3间瓦房，他家的窝棚是本仙君用仙术加固过的。你拿瓦房来比，20岁，本仙君2000岁都不止。人老实，老实能当饭吃。他爹也老实，他娘更老实。他们家不缺老实人。这鞋上沾了隔壁村的泥，隔壁村的泥跟我们山坳的泥不是一个味儿。走错门了，大娘。哟，这猫怎么了？可能是有点着凉，这2天爱打喷嚏。这椅子也是本仙君加固过的，不然就刚才那一下，你早坐地上了。识趣的自己走，别等本仙君放大招。我那外甥不喝酒，会种地，长相也周正。要不哪天我带他来坐坐，让孩子们认识认识。带外甥来坐坐。这位大娘，你知道上次来我们家坐坐的王婶后来怎么了吗？搬走了。你们隔壁村是不是嫌人口太多，排着队往山坳里输送闲人？你的东西已经到门口了，人也该跟上了吧？这猫还会捡东西呢，真灵，是挺灵的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，留步，下回一定来啊！不留，不送。胖墩儿，你干嘛？晒太阳。
这窗子朝南，阳光最好，绝对不是在关窗，绝对不是不想让谁来坐坐。本仙君就是单纯的觉得今天风大，吹得慌。那是窗户，又不是门，你关它干什么？别装了。大娘在屋里的时候你就在闹，把人家手帕往门外拖。胖墩儿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赶客人了？他不是客人，他是来偷东西的，不是偷东西，是来偷人的。你是不是不喜欢那大娘？不是不喜欢大娘，是不喜欢大娘嘴里说的那个人。20岁，3间瓦房，人老实。跟你有半文钱关系吗？你认识他吗？你见过他吗？他见过你吗？没见过怎么就说人家？行了行了，我娘又没答应他，你至于跟一扇窗户较劲？至于，非常至于。你娘没答应是因为你娘聪明，聪明人也怕万一。本仙君替你们把万一堵死。东魏埋了这颗风灵石，管气流畅通，之后山坳里的风就不会那么阴了。南魏火灵石，管温养，冬天山坳里能暖和5度，不多，够用。他爹的老寒腿至少不会犯得那么频。成了，最后一点嘉奖，4颗灵石埋进这个连村民都没有的山坳里。以前在天界拿灵石铺地砖，现在4颗宝贝得跟命根子一样，但值这阵法一步，方圆200丈都是他的地盘。本仙君就是个天才。今天这腿怎么比喝了药汤那天还利索？爹，你叨咕什么呢？腿不疼了，一点都不疼，睡一觉就不疼了。怪了，我也觉得今天精神特别好，昨晚明明没睡够。我不困，我一点都不困，我要去溪边抓螃蟹。当家的，你快出来！街外头空气咋这么好？吸一口甜丝丝的。这菜苗怎么一夜之间全翘起来了？昨天还蔫头蔫脑的。这水比昨天清亮，你们快来看。胖丁儿，你干的？什么我干的？本仙君整晚都在睡觉。山坳变好是因为风水好，跟我这只胖猫有什么关系？虽然风水确实是我改的，但我就是不承认，不然他又要念叨你别再用法力了。你那表情就是说是，但我不告诉你。我什么表情？本仙君的表情叫高深莫测，不是被抓住尾巴尖的猫，他又在炸我。聚灵阵稳住了，以后这片地的庄稼会比别处好，山泉会比别处甜，山里猎物也会更肥。种什么都多收3成，养什么都肥2圈。他爹不用再发愁下顿吃什么，以后这些菜会长得更水灵。以后他不用再为一筐鸡蛋愁得嘴唇干裂。胖墩儿，下来吃饭了。今天娘煮了鸡蛋，1人1个。你今天心情很好？不是心情好，是本事大了。以后不用再透支法力趴半天气，可以细水长流地护着你们。先吃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做他的小神仙。不是小神仙，是神仙。我才走几个月，这家倒过得更红火了。人吃粮，猫吃肉，这山坳里哪家有这样的日子？说出去谁信？这个声音，这个酸的能腌菜的语气，王婶，她不是搬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看什么看？本仙君圆润是天生的，不对，是伙食好，不对，是最近法力恢复代谢快了。你管我怎么圆润？你那眼神一看就没憋好事。上次是报官，这次又想干嘛？你们听说过没有？山坳里顾家的事儿。顾家，就是那家风评挺好的人家。我家亲戚上次还喝过他家给的药汤。哎呦，可别提他家的药汤。那只猫啊，不是普通猫，我那几个月住在他家隔壁，亲眼看见的。那只猫晚上会发光，顾家的粮食都是他变出来的。你上次不是报官说没查出什么来吗？那捕头懂个啥？你们谁沾顾家谁倒霉。我可是在他们家边上住了半个月，差点没饿死。本仙君会发光？废话，仙力运转当然有光。你沾了顾家半个月，从头到尾喝了人家几碗粥，分了几次肉，心里没数。这女人颠倒是非的本事，比她那张脸还难看。胖猫猫，别碰那猫，快走！那小孩上次摔在溪边，是本仙君用尾巴扶他起来的。他娘不知道。胖墩儿，别理他们。
王婶家厨房东西不少，这盐罐子跟糖罐子长得一模一样。长一样的东西，换一换，合情合理。盐归糖，糖归盐，明天他炒个菜就能尝到甜咸双拼。本仙君这不是害人，说不定他还能发明个新菜。酱油混成醋，糖醋柴鸡，酸甜可口。火柴泡泡水，划一根不着，划2根不着，划3根还是不着，然后他就得琢磨，是不是灶神爷今天不高兴。见鬼了！昨天才买的火柴，咸不对，甜，怎么是甜的？呸！我的调料，有人动了我的调料！那只猫一定是顾家那只妖怪猫，它半夜进我厨房了，妖怪，糟嗖的！王婶儿，你不是说那猫是妖怪吗？对呀，要真是妖怪，怎么只是给你换个调料，你惹了妖怪还能让你活着？他肯定是诚心的，换调料就成了妖怪。我家耗子还偷过我油呢，我是不是得报官说家里有耗子精？可不是，你上次报官也说人家猫是妖怪，结果补办来查了，啥也没查到。这回又是猫了，你啥都赖猫，猫跟你有什么仇？骂完了，本仙君只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我能进你厨房换调料就能做别的事，但我不做，因为本仙君是仙君，不是妖怪。本仙君的抱负就是让你做一桌难吃的菜，旁人若是不服，来找我打架。完事儿，回去找顾浅浅，他昨晚睡得太早，早晨还没撸我。胖墩儿，大清早就这么粘人，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呼噜噜噜，今天干了好事，好开心。今天天气真好，邻居炒菜手艺进步了，本仙君替他们高兴。你以后也不用听那些闲话了。他要是还不长记性，下次我把他酱油换成墨汁，让他做饭做出一锅黑水。顾家丫头，我家虎子拉肚子拉了3天了，脸都凹下去了。我听说你有祖传的药方。孙奶奶，您别急，我这就跟您去。止泻的药草，止泻仙草，药田里还有2株。上次他娘把红花仙草熬了药汤，一声不吭，这次也该知道往哪儿找。本仙君帮他放。摆好了，这株药性温和，小孩也能喝，剂量不用多，1根草煮1锅，够他喝2天。走吧，孙奶奶。都怪我，天热了让他喝凉水，您快看看。先把药熬了，孙奶奶，借您家灶台用一下，慢慢喝。明天要是还拉，我再来熬1碗。明天不拉了也跟我说一声。顾丫头，多少钱？什么钱不钱的，把孩子看好就行。奶奶，我要喝粥，我要喝2大碗。不拉了，昨晚就不拉了，早上起来喊饿。那碗药汤真是神了，顾家丫头真是厚道。上次我家虎子拉的脸都凹了，人家2话不说就来帮忙，药到病除。之前不是有人说顾家那只猫不干净吗？猫不干净，人家猫天天趴在窝棚里晒太阳，碍着谁了？救了人就是菩萨大好人，猫也是好人养的好猫。王婶之前说的那些话，怕不是她自己瞎编的。那个药草是不是你偷偷放的？他怎么又知道了？本仙君放药的时候屋里没人。那个药包里平时就几样草药，没有治拉肚子的。露馅了，原来是药包的问题。这女人太精了，本仙君藏不住了。我就知道。他知道，他全知道。每次他笑完之后眼眶都要红，他在心疼我。可他心疼我干嘛？我是仙君，这些药草拔了还能再长，法力耗了还能恢复。但他心疼我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被心疼原来是这种感觉。从前在天界谁心疼过我？没有，他们都觉得仙君不需要心疼，只有他会因为一株破草笑得发抖，哭得没声。别哭了，虽然仙草无价，但跟你比，全药田都不值钱。明天还要给隔壁老李头送一株退热的，回头你又要笑一场。不过你笑吧，多笑。老顾，你家这萝卜怎么长的比我家的大1圈？豆角也结得密，这架子都快挂不住了。你施了什么肥？没啥，就是勤快。
多挑了几担水和肥。他一天往菜地跑8趟，草拔得比胡子还干净。肯定不止浇水，你家这菜地的土色都不一样，黑溜溜的。我那块地干得跟石板似的。那改天我帮你挑几担水。你家地在哪个坡？南坡上头。行，明早我挑完自家的就过去。施什么肥？施的是本仙君4个方位埋下去的4颗灵石。巨灵镇养了3个月的土，地力比别处厚3倍。再说他爹已经把功劳归给拔草和挑水了，挺好，省得本仙君还得编瞎话。那南瓜，到时候留颗籽儿给我，明年我也种种。好嘞，最大的那颗给你留着。1颗籽够不够？要不要本仙君再给你埋颗灵石？算了，灵石一共就4颗。老李头人不错，上次送了一把新扎的扫帚，以后法力够了多布个辅阵。现在先紧着顾家的地。不是我的锅，是巨灵镇的锅。别愣着，动筷子。秋收就这1天最忙，晚上多吃点儿。这南瓜炖得正好，甜味全进汤里了。今年的南瓜比往年甜。是你闺女挑的瓜，她在菜地蹲了半天，挨个敲了一遍。我跟胖墩一起挑的，她最会挑了，抱着南瓜不撒手的那颗就是最好的。本仙君抱那颗南瓜，不是因为会挑，是因为那颗南瓜正好长在火灵石正上方，沾了一丝火灵，甜度比其他瓜高。不过你这么理解也行，反正那颗确实是甜的。都是你种的？不是我种的，我能让它们长好，但是翻地、播种、浇水、拔草都是你爹做的。本仙君只是顺手把土养肥了点儿，不过他腿不疼了，翻地翻得也利索了，这算不算我的功劳？算一点吧。那颗最大的，我称了一下，30斤。以前在老家种过的南瓜，最重才15斤。这山坳的地肥。猫猫吃，这颗肉多。顾二郎，你又挑肉给猫，你自己吃。猫那份浅浅给他留了。他一边吃饭一边用脚尖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一下我的凳子，大概是想确认我还在。本仙君当然在，以后也都在。明年开春，把西边那块荒地也翻了，种2垄萝卜。秀兰，你不是想腌萝卜干吗？今年菜多，可以腌1大缸。腌都腌，吃不完给邻居分点儿。上次老李头帮咱家修了栅栏，还没谢人家。明年我也帮爹翻地。以前在天界，满桌鲜果琼浆，本仙君从来不屑一顾。天界的鲜果全是冷的，这里的排骨是热的，他夹给我的最热乎。明年开春还有南瓜，明年秋收还有排骨。算了，不想那么远，先把明年开春的荒地翻了再说。本仙君可以负责松土，半夜过去踩2脚，灵力渗下去，土就软了。他爹只会以为是自己锄的。姐、爹、娘，姐摔了，全是血。没事，磕了一下，能走。二郎别喊了，喊这么大声，山坳那边都听见了。姐摔了，全是血。血？他弟喊的是血，不是磕破了皮，是血。他平时摔破膝盖都没这么喊过。那个坡有青苔，前天我就看见了，本来打算晚上用尾巴刷掉，忘了。本仙君忘了。青苔刷掉的活应该在去王婶家之前干完的。该死的调料罐子，该死的王婶。没事，别怕，磕了一下，就是磕了一下。这叫磕了一下，血都快淌进溪里了。他跟我说没事。止血的仙草在空间里，止血草，止血草。出来了，疼就疼，再多拿1株，他伤口太长。快敷上，这2株够敷2遍，别省。你别管我，你看你自己的腿。本仙君脑子已经乱了，你快敷啊！血止住了，他脸色在转红，腿不会留斑，仙草敷了不会流。刚才他滚下来的，背有没有撞石头？腰疼不疼？头磕了没？他万一脑子磕坏了怎么办？不对，他还能说话，应该没磕坏。老天爷，本仙君刚才差点被他吓死。你个傻猫！傻猫？本仙君是傻猫？
刚才是谁用最后一点法力扯了2株止血草出来？是谁从院子冲到溪边跑了全程不到5个呼吸？他现在说我傻，算了，本仙君就不跟你算账了。浅浅，爹，我没事儿，血止住了。胖墩儿给我找的草药。又是他。娘，别骂他。谁要骂他？你爹把闺女背上，二郎去把水桶捡回来。猫猫是不是也受伤了？它一直在抖。胖墩儿，听见没？二郎都担心你了。我没事了，你看，真的没事了。他的心跳稳下来了。刚才在斜坡底的时候，他的心跳快得像擂鼓，现在缓过来了。他手指在梳我的毛，本仙君背上的毛全打结了，太丢人了。刚才炸毛炸成刺猬，全山坳都看见了。肚子都缩回去了，以前圆滚滚的像个小鼓。明天给你多煮2个鸡蛋。完蛋了，帮他是为了报恩，可是看到他流血的时候，本仙君脑子里只有一个东西：如果他出了事，我做神仙还有什么意思？胖墩儿，我今天吓坏你了，以后我会小心的。走路不看脚底下这个毛病，我改。你小不小心没关系，以前是你护着我，以后换我护着你。哎呀，再长下去就老了。萝卜不拔会空心，豆角不拆明天就柴了。哎呀，咱家4口人5口，加上猫也吃不完这么多。娘，你在做什么？好香！腌咸菜，萝卜条腌3天就能吃，豆角腌5天最脆，黄瓜隔夜就入味儿。咱家菜多吃不完，总不能烂在地里。这么多罐儿，咱家吃得了吗？下个吉日挑到镇上去卖，卖不动就分给邻居。先试试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腌咸菜，去灵镇养出来的菜，灵气比普通菜地多半分，味道更鲜。这是卖的什么？咸菜，自家腌的，萝卜、豆角、黄瓜都有。闻着倒挺香，能尝不？婆婆，您尝尝这个，是我自己做的，我没带筷子，要不您用手捏一根。这个味儿对，又脆又鲜，比我娘家腌的还好吃。怎么卖的？3文钱1斤。来2斤萝卜的，再称1斤豆角，我回去给我婆婆尝尝。没了，我走了1里路专门来买的。下个集还来不来？我先订2罐。来，一定来。我娘手艺好，回去让她多腌几罐。全卖光了。镇上人说咱家咸菜比酱园子里的还好吃。真卖了？卖了。萝卜的卖的最快，豆角的第2，黄瓜的有个大婶说回去拌面吃。这堆给二郎买双新鞋，他那双鞋底都磨穿了，走路脚趾头露在外面。这堆给你添根银簪子，姑娘家大了，总要添些首饰。这堆留着，下集买盐，买花椒。娘，我不要簪子，给爹买双布鞋吧，他的鞋也漏了。你爹下地穿草鞋就行，簪子得买。胖墩儿，我娘会做腌菜，我爹下集多开2垄地，以后咱家日子会越来越好的，是不是胖墩儿？胖墩儿，我娘说要给我买根银簪子，你说我戴银的好看吗？好看，你戴什么都好看，不过银簪子容易发乌，以后本仙君给你整根玉的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我在跟你说簪子，你一脸在盘算什么大事的样子。是大事，本仙君在盘算怎么疼你。你家咸菜跟别家不一样，嚼着有股子说不上来的鲜劲儿。我是前面巷子里饭馆的掌柜，姓钱。你家能供大份不？多大份？先来10罐，萝卜4罐，豆角3罐，黄瓜3罐。要是客人喜欢，以后每月都要。价钱按你摊上的算，不压价。10罐能供，不过得等3天，要回去现腌，新鲜的比陈的好吃。行，那就3天，我先付1半定金。姐，这是银子吗？能买新鞋吗？买了。新鞋，新鞋！猫猫，你看我的新鞋，我跑得比以前快了。本仙君被赚得眼冒金星。
明年再开几亩，菜籽不够就上镇买，荒地有的是，力气也有的是。他记账的样子比他爹翻地还认真，好看。爹，白萝卜籽多少钱一包？3文1包，买3包送1包。3文1包，3送1，10付9文得4包。趁热吃，咸菜现炒的，凉了就不脆了。这咸菜炒肉末比纯蒸的还香。下回给钱掌柜也送一盘尝尝，说不定又要订咸菜炒肉末。你光惦记着生意，先把自己肚子填饱。爹，等开春了，给你买个新锄头。现在这把木柄有点松了，用着不安全。还能用，先紧着家里别的花。我要买纸笔，以后帮姐记账。你先把饭咽下去，纸笔得等下集。那我明天就去帮爹翻地，赚纸笔钱。先吃饭，小算盘精。先给猫买个新垫子，旧的都快被它睡塌了。新垫子，他爹说要给我买新垫子。活血化瘀的仙草，上次给他爹用的是整株红花仙草，药性太烈，但这几株叶子不一样，药性温和，有伤擦伤淤青，一抹就好。放这儿，他明早给二郎缝衣裳会翻针线栏，一眼就能看见。这是什么吗？不是咸菜，不是猪油。浅浅，这是你的东西？没有啊，什么东西？药膏，淡蓝色的，闻着跟上次给你爹熬的跌打草药膏。不是我，不认识，大概是灶神爷赏的。你家有没有跌打药水？前天晒被子扭了一下，手腕子疼了2天。有个跌打药膏，新得的，您要不要试试？管用不？外敷的，活血化瘀，您先少抹点试试，看看效果。不疼了，刚才还扯着筋疼，现在能转了。丫头，这东西你在哪儿买的？比镇上铺子的膏药都灵。自己做的。老李家的，你过来看看这东西，我手腕子疼了2天，一抹就不疼了。我这个肩周老毛病现在松快多了。顾家丫头，这药膏能不能卖？怎么卖的？我家那口子腰疼，膏药贴了半个月没好，就这么一罐，没得卖。你是不是又在偷用法术？装傻，装傻是第一招，舔爪子，对，舔爪子。你每次心虚就舔爪子。失策，招式被他摸清了。那罐药膏是你放的吧？整个山坳没有第2个人能弄出这种药膏。证据链完整，无从反驳。不准再这样了，每次做点什么好东西，你自己都累个半死。你睡在我怀里的时候，肚子都在抽。他在心疼我。喵，知道了，下次少用一点。昨晚那风从墙缝往里灌，幸亏之前把棚顶加固了，不然今早起来被子上全是雪。这雪要下好几天，山里冬天长，得省着点柴烧。娘，我冷，脚冷手也冷。来，胖墩儿给你暖手。哇，猫猫的肚子好暖和，比火塘还暖和。这只猫一入冬比火炕还忙，早上你爹抱了半个时辰，你弟又抱，现在轮到你了。胖墩儿是咱家公用暖炉，夏天嫌它热，冬天才知道它好。法力恢复了一点，能打开的地方又大了些。帽子，这顶给老顾，他每天卯时就起来劈柴，耳朵冻得通红。本仙君早想给他找顶帽子了，找到了。夹袄给他娘，袜子给钱钱，他脚上有冻疮，幸亏本猫看见了。
哪儿来的？门口叠着的，跟以前那些东西一样。今天中午包饺子，肉馅的，给猫多包几个。1个、2个、3个，哪个是猫猫的？单独包的那几个。芹菜馅的，他怎么知道本仙君喜欢芹菜馅儿？胖墩儿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回人的样子？怎么忽然问这个？子也不是不行，就一小一会儿，让他看看。好好看。看够了没有？再用这种眼神看着本仙君，本仙君怕控制不住自己，就一下。不行，太难为情了。你怎么了？是灵气耗尽了吗？还是当猫好啊，可以名正言顺的被他抱。以后还是别变人形了，你看你虚的。芊芊，你更好看。芊芊，我一点都不虚。过年多烧几把火，让窝棚里暖和点儿。大勇，柴再劈2捆，炸丸子肺火。劈着呢，够你炸到明年。还有7天过年，娘，过年能吃几根香肠？看你还剩几根手指，全掰完了就过年了。还是7天，跟昨天一样。少了1根。什么少了1根？本仙君不知道。下次偷吃别把油蹭胡子上。失策，作案痕迹没清理干净。胖墩儿，过来。叫我？别动。挺精神，红的好，过年穿喜庆。这是红马甲，胸口用金线缝了铜钱，但我不是招财猫，我是仙君啊。娘，你不是说那块红布给我做头绳的吗？怎么就变成马甲了？还是猫的马甲？头绳还有，给你留了。马甲就这一件，猫不能没新衣服过年。胖墩儿，你穿了我的红布。喵，嫉妒本仙君吗？马甲不能挠，这是娘做的，挠坏了你赔不起。你什么时候这么护衣服了？平时在泥地里打滚的不是你？平时是平时，新衣裳不能弄脏。给你的，咸菜攒的钱，带带看。什么时候买的？我都没看见。上集卖完咸菜，偷偷去铺子里挑的。掌柜说这款结实，干活不会掉。还行，不碍事。你俩口子送个礼都这么含蓄，看得本仙君都替你们急。浅浅，这是你的，试试合不合身。娘，你什么时候做的？我怎么没看见你裁布？晚上你们睡了以后，反正睡不着，就着油灯缝几针。谢谢娘，给你缝的。过了年姐教你认字，这个给你装纸笔。我有书包了，我明年就能帮姐记账了。猫猫，这是我送你的过年礼物。画的是我，椭圆身子，本仙君确实圆，4根棍子腿，行，也算写实。但是扫把尾巴比我尾巴粗2倍。收起来，这么丑的画不配放在本仙君面前。本仙君的形象被画成了椭圆形扫把尾怪物，拿走拿走。猫猫，我画了好几天。胖墩儿，收着。二郎画了好几天。女子发话，本仙君勉强，暂时搁在垫子边上垫垫子。这个给你，我戴了3年，
红绳保平安，带着就不会遇到坏事。现在给你戴，保佑你以后再也不渡劫失败。他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送给我，我会好好保存的。来年要让他日子过得更好，他送我红绳，那我就送他一条仙气级的护身法宝。这是本仙君2000年来过得最像年的年。菜地不够用了，咸菜订单一排到3月，后院那点地萝卜种不过来。我们搬镇上，镇上门面房带后院，前面开店，后面住人，离集市近，客户不用跑远路，二郎也能进学堂。房子我看过了，后院能开2垄菜地，屋顶不漏雨，门口就是石板路，比窝棚强100倍。东街口那家酱园子的掌柜听说咱家要搬过去，老早就来打招呼要订咸菜。娘，咱家这么多咸菜罐子怎么搬？雇驴车？你爹去镇上借了辆驴车，罐子用稻草裹上，碰不碎。衣裳被褥捆好，家具能带就带，不能带的留给邻居。搬家，从山坳搬到镇上，住了快1年的窝棚说走就走，本仙君有点舍不得啊。这罐给陈婆，萝卜的，您牙口不好吃这个。这罐给孙奶奶，豆角的，虎子爱吃。陈婆，这罐腌菜你带着，路上吃。秀兰，要不是你上次那药膏，我这手腕子现在还端不了碗。去镇上好好过。虎子如今跑得比谁都快，常回来看看啊。你家那菜籽留给我的，我开春种了半垄，长得比啥都好。姐，这屋窗户能看见学堂的屋顶。看见了，看见了。你先去把被褥铺好，别蹦了。他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新菜地2垄，萝卜子代买，白菜子代买。咸菜摊下集开业，二郎入学学费若干。猫的垫子旧的路上掉了，得做新的。点炮了啊！开业大吉！爹，你别烧到手。顾家咸菜今儿开业，免费试吃，不好吃不要钱。咦，这个味儿比集市上摆摊那会儿还好吃，鲜脆。老板娘，你上回在集市卖我就买过，现在开店了，那以后不用赶集了。爸，这咸菜怎么卖？听说你家咸菜配粥特别香，您买罐萝卜的回去试试，不香退钱。就冲这话，来2罐。炭瓢又不够用了。姐，外面还有好多人，爹说让再搬1箱萝卜的出来。娘，这猫好胖。小猫，那是掌柜家的猫，别乱摸。掌柜的，你家这猫让摸不？让，不挠人。它尾巴好软，它有木牌。娘，我也要一个。那是猫带的，你带什么？摸吧摸吧，摸够了你娘就掏钱了。本仙君现在是有职务的猫，不叫胖墩儿，叫镇店之宝。老板娘，你们家这猫脖子上挂个福字，是自己写的吧？浅浅写的，过年嘛，图个吉利。我看不是图吉利，是真吉利。这猫往柜台上一蹲，你家铺子就跟有财神爷坐镇似的。顾丫头，萝卜的再来1罐，上次买的2天就吃完了，我老婆子顿顿不离。刘伯，您稍等。从集市上开摊到现在开店，我就看你家铺子门没断过，这猫神了。它就喜欢蹲那儿。可不就是旺财吗？那柜台上蹲的猫招了不少人，我跟邻居都说了，这铺子的猫都会做生意。那当然，本仙君蹲柜台的效果比门口那挂鞭炮持久。今天辛苦了。没辛苦，就蹲着不动，偶尔被摸几下，尾巴悄悄蓝颜。胖墩儿，刘伯说你会做生意，你什么时候学会的？喵，一直都会，不过不告诉你，你自己猜。猫猫，明天我就要上学了，我字还写得不好，我写顾字老师说出格，先生会不会骂我？
打我手板。二郎，快睡，明天第一天上学，迟到了先生才真会骂。乖，快睡吧。我睡了，姐你也快睡。睡吧，明天送你个东西，不是什么大东西，小小一个。本仙君现在法力刚够做那个。课3道灵文。辅助专注的小符，带在身上读书不容易走神，对文章记得快些。法力刚够，3扎灵文是极限。成了，凝神醒脑小符，有效期至少半年。快去上学吧，路上别跑。知道了。又吸猫，这出门前要吸猫的习惯什么时候养成的？吸就吸吧。猫猫，我上学去了，等我回来给你看我今天写的字，你要保佑我哦。已经保佑了，凝神醒脑小符就在你书包底下压着呢。鸡蛋带着，课间吃。第一天上学别跟同学打架，先生让读就读，不懂就问。知道了，姐，你跟猫等我回来。你今天怎么又这么困？昨晚又干嘛了？太阳太好，犯困正常，绝对不是昨晚在空间克服克到趴。你弟第一天上学，本仙君这个长辈不得表示一下吗？猫猫，猫猫，猫猫，先生今天让我背了3段，整整3段我都没磕巴。先生说我背书好听，看来效果比预计好。凝神醒脑小辐射的凝神功能特别管用。进步这么大，有古怪。他背诗我另有福，不过不急，先把字练好。你送了什么？没送什么，不知道你说什么。顾姑娘，今日又来叨扰了。上次买的腌萝卜，家母吃了直夸，说这手艺在镇上10年没见过。今日再来2两腌萝卜，姑娘近来可好？天气转暖，莫忘了多添，不对，是减衣。赵公子稍等。又来，这个月第5次了。他们家萝卜是当饭吃吗？分明就是找借口来看人。本仙君今天不打盹，上次打盹被王婶钻了空子，这次醒着，从头盯到尾，看你能说几个字。钱放下，手拿开，铜板我收了，人不用多待。姑娘这猫倒是挺护东西的。它是挺护，铜板掉地上它都捡。老板，我数了一下，刚才漏数了。纸条，铜板底下压纸条。本仙君练过的，捡起来，走。不想走，本仙君可以再帮你一次。那在下改日再来。改日别来了，以后也别来。今天的醋已经够蘸一碟饺子。浅浅还在睡，红枣糕等他起来再上笼蒸，趁热吃。这孩子去年生日在逃荒路上，连口稠粥都没喝上，今年得补上。秀兰，银铺掌柜说足银的不会黑耳朵，你看这个浅浅能戴不？多大？这么大，够了。他耳朵小，太大的挂着沉。你先收好，别让他看见，晚上再给。知道。这是姐，这是我，这是爹娘，这是猫猫。姐的头发最长，给她多画几根。猫猫画在她旁边。猫猫今天不能乱跑，要在家给姐过生日。开了，仙草5年才开1次花。这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对不对？本来想装到底的，都怪尾巴。姐，你今天为什么一直在笑？红枣糕还没吃呢，这么好吃吗？胖子，你最近又吃多了吧？沉死了！又拿我当挡箭牌。又降了，昨天还能打大半桶，今天就剩半桶。这点水洗2筐萝卜都不够。咸菜铺子一天最少用3、4桶水，洗菜、泡豆角、刷罐子，哪样离得开水？镇西头那家酱园子已经去城外河里挑水了。城外那条河来回一趟要大半个时辰，爹一个人挑，一天最多挑2趟。2趟也不够用，明天我天不亮就去挑，多跑1趟。
你腿才好了不到1年。不行，我跟钱钱也去，一人挑半桶。娘，你腰不好，我去。井水降了一半，引水区上游有水，就是闸口年久失修，水流不到镇上。本仙君能引，虽然一晚上最多引1小股。今晚先走镇西，镇西那口井最浅，明早大娘们打水最难。引1小绺过去，天亮时水位能稳回去小半尺，够他们打几桶的。第2夜走镇东，水位稳住了，3夜没白跑。镇上的公用井天亮有人打水，没人知道水位怎么不降了，顶多觉得这井还挺能蓄水。娘，今天洗萝卜的水够不够？够。井水今天比昨天还多了一点，你小声些。猫在灶台底下睡觉，别吵醒。鱼竿，他娘放的。他刚才说井水比昨天还多了，正常。本仙君昨晚在井边多趴了半个时辰，多分了一点给自家的井。山坳的巨灵阵4颗灵石，管方圆几百丈，1颗主灵石埋中心，辅阵用灵力线勾连4角，体积缩小10倍。灵气密度反而能提高。成了，范围缩小了，威力不减。秀兰，咱家菜是不是长得太快了？我记得3天前这萝卜苗刚出土，今天就半尺了。老顾，你家菜地施了什么肥？我前天也撒了菜籽，今天还没冒芽呢，你这萝卜都半尺了。没施啥肥呀，就是水浇的多。我媳妇儿勤快，天天挑，水再多也催不出这长势。你看你那叶子黑蓝黑蓝的，我家后院土偏黄，你家这土色都不一样，黑黝黝的。风水也太好了吧，这后院可能是以前没人种过，黄地肥。改天得找风水先生来看看，你后院肯定有讲究。风水先生来了也白来，聚灵阵是仙家阵法，凡人看不出来，顶多觉得站在顾家后院比别处舒服。周姐，你这萝卜怎么这么脆？我那酱园子用的也是本地萝卜，腌出来就是没你这个脆劲儿。你给我透个底，萝卜哪家进的？不是进的，自家后院种的。自己种，镇上的土都差不多，我自己后院也种了1垄，没你这品相。你给土里加了什么料？孙掌柜说笑了，就是挑水勤快点儿，没别的高招。改天让我看看你家菜地，真这么神？浅浅，墙角那几棵是什么？长得跟杂草似的。那是我种的香草，泡茶用的。喵，香草，它编得真顺口。你这草园子里又多了2棵，什么时候种的？喵喵，昨晚趁你们睡着的时候。姐，快来看，有只猫。哟，这是镇上的流浪猫吧？瘦成这样，怕是饿了很久了。胖墩儿，它也是猫，你也是猫，要不要给你找个伴？找伴儿？找什么伴儿？他要给一只流浪猫，还是母猫，安排进这个家。本仙君同意了吗？本仙君可不是真猫，是仙君，不需要什么猫伴。他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多摸2下我的耳朵。是挺瘦的，流浪的日子不好过。本仙君知道，本仙君有他就够了。饭可以分你，灶间剩饭以后给你留半碗，但蹭人不行。这个女人是本仙君的，靠近她，你得先问过我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霸道了？以前在山坳里不是挺大方吗？以前大方是因为没人在我面前蹭你。这猫在我家门口蹲了好几天了，我就一个人住，正好缺个伴儿。闺女，这猫是你家的不？不是，它自己挑的人家。您要是愿意养，它就是您的了。它不挑食，剩饭就行。那成，以后跟着我叫花儿，花儿走。
走了，被老太太收养了，挺好。花儿找到家了。胖墩儿，你当初赖上我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在山坳里，你往我脚门上一倒，四脚朝天露出肚皮？喵，记得那次是碰瓷儿，2辈子最成功的一次碰瓷。你们知道顾家那个咸菜铺子不？知道啊，我家就买他家的萝卜，脆生。哎呦，你还敢买？我跟你们说，他们家那只猫邪门的很，你们没见过，那猫半夜会发光。发光？猫怎么会发光？所以说是妖怪嘛，不然他家咸菜那么好吃，别人腌的萝卜放3天就软，他家的放10天还脆，正常吗？会不会是手艺好？手艺？他媳妇儿以前在山坳里就会做几道家常菜，腌咸菜的本事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我跟你们讲，沾他家没好事儿。他家那猫邪门，咸菜更邪门。今天的萝卜开了1罐没卖完，比昨天少了30%。又是他。王婶又来了，在山坳里造谣妖怪猫，在镇上造谣邪门咸菜，换汤不换药。上次报官没查出来，上次换调料没记住教训，上次孙奶奶手腕好了也没让她反省。一个人能犯同样的蠢事3次，说明前2次的教训不够深刻。这次本仙君不换调料了，这次换策略。哟，镇店之猫又在门口迎客了，今天亲自出门接客啊！这猫怎么这么胖，肚子圆的跟个球似的？哎，还穿了个红马甲哟，胸口还绣了铜钱，这是掌柜给做的。娘，这猫好软，它不挠人。摸吧，摸完你娘就会看见门口的招牌和小菜碟。给我来1罐萝卜的，刚才摸了你家猫，不买点东西不好意思。好嘞，萝卜的1罐，您稍等。任务完成，今天就到这里。肚子被人摸了好几轮，回去要让它补柔。再来10罐萝卜的。上回你说的挑水勤快，我回去试了半个月，没用，还是没你家的脆。谢孙掌柜照顾生意。对了，王婶那个人甭理他。他之前在我铺子门口也传过闲话，说我家酱油掺了水。我行得正，坐得直，什么妖术不妖术，你家东西好，不用跟那些人计较。看见了，造谣没用。下回预备，计划在定，是敌方出招情况在议。连续浇了2垄，只是喘了几口粗气。本仙君的法力已经不是涓涓细流了，现在是一条能撑船的小河。还能跑能跳，灵泉空间比山坳时扩大了1圈，原来药田只占灵泉边小块，现在延伸到百宝阁台阶下面了。第2层禁制，几百年没打开过。我都快忘了里面放了什么，好像是以前收的几件法器，还有几本仙术卷轴。当初法力尽失的时候禁制自动封了，现在法力恢复过半，它也自己松了。百宝阁。那等你法力全恢复了，你是不是就能变回人了？到时候你会走吗？你说的不走，我说的不走，法力全恢复了也不走。不行，光写在石板上不算，得让他亲眼看看，不走是什么意思。这是哪儿？胖墩儿，在这里，不是胖墩儿，
是白月。你又变成人形了。在空间里可以暂时变成人形。所以刚才在石板上写不走，不是猫爪子写的，是你能变人了才写的。是猫爪子写的。猫耳朵没了，人耳朵也挺好揉的。你摸够没有？没，我摸猫耳朵摸了1年，你变回人形我才摸了1分钟，我还没有摸够。那换个地方摸。你变成人也喜欢往这儿买。这个不叫泡沙子，这个叫撒娇。是宝。白月，你刚才在石板上写的字再说一遍，你会走吗？不走，法力全恢复了也不走，3界哪儿都不去。记住了，你说的。我说的，我没惹他们，他们抢我东西，我追了2步他们就推我，我没哭，就是膝盖疼。膝盖磕创了，有人推他了，他回家不敢说，还躲在柴房哭。猫猫，他们把我姐给我的桃木符抢走了，说我带的是破木头片子，说我家卖咸菜是下等人。我姐给我的东西被他们拿走了。抢桃木符，那个符是本仙君刻了半宿的。明天本仙君跟你去上学，倒要看看是哪个夫子教出来的学生，比王婶还欠收拾。姓顾的，今天带什么好东西了？那个破木牌子让你爹妈又给你做了一个。他家卖咸菜的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咸菜换的。你们让开，本仙君对付你们不需要法术，气势就够了。猫猫，他们以后不敢了吧？喵，不敢了。明天要是还敢，本仙君还有备用方案，在他们书包里各放一片瞌睡草，让他们上课打呼噜，被夫子打手板。姐，今天他们没敢堵我，猫猫来接我了，他往那儿一蹲，他们全跑了。别转胖墩儿了，他刚吃的鱼。晕，这小子上辈子是陀螺吗？每次有事没事就抱着本仙君转圈。你去私塾接你弟了？那么远的路你自己走去的？喵，不远，镇口到学堂2条巷子，比山坳去西边还近。本仙君出品，必追回。就是那只猫！找到你。多儿，梦里不许叫这个，叫白月。以后再做噩梦，不用怕，你在梦里喊我，我就来。不管你梦到什么地方、什么场景，我都会找到你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做噩梦？我还知道你在梦里喊的是谁。喊的谁？我。你梦里喊的是胖墩儿，部分要抢走的也是胖墩儿。你做噩梦不是怕饿，不是怕死，是怕我不见了。浅浅，我喜欢你。你是神仙，我是凡人。神仙就不能喜欢凡人吗？本仙君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。亲到了，人形的本仙君亲到了，不是蹭，不是碰，不是半途而废，是亲。在梦里亲也算亲，他没躲，他闭眼了，他闭眼了。护身符的事，明天就开始盘算。百宝阁2楼的玉料，本仙君今晚就把尺寸量好。他刚才睁了一下眼，不知道他记不记得，最好是半梦半醒，记得一点点。这样本仙君表白过了，他也不用马上想怎么回答，等他哪天想好了，想清楚了，本仙君再当面说一遍。肯定是做梦。我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他是神仙，神仙怎么会喜欢一个凡人？演技，本仙君的演技他看不出，绝对看不出。醒了，今天鱼干大，多吃点。他说不可能是真的，他不觉得是真的也好，他现在觉得是春梦，就不会有负担。开了，法力恢复到6成多，自己开了。以前冷漠寡情，空间寸草不生，现在被他天天抱着揉，连禁止都主动开门。这地方的节操归他管。青山扇，谁啊？把你塞这几百年？扇风驱瘴气的，先放着。避水诀驱虫术静一咒，静一咒。本仙君以前还研究过这个，可以教2郎。避水诀让他下雨天不湿鞋，驱虫术给菜地用。
等本仙君能说人话再说。犬又软甲，犬用，谁起的破名字？改，猫用，灵蚕丝底，9重灵纹，能挡1次致命伤，对凡人来说就是1条命。给浅浅。灵纹会认它的体温，到时候自动护主。想伤它，先破这层甲。能挡1次致命伤，就1次，但1次够本仙君赶到他身边了。以后你睡着的时候有2层护着你，外面是我，里面是这层甲，我的。清晨诀，扫院子不用扫帚，生根咒，移栽菜苗第2天就生根。静心咒，安神驱噩梦，效力比灵泉水点牛心持久3天。避水诀、驱虫术、静医咒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，不是给仙君用的，是给他现在这个身份用的。静心咒，正儿八经的安神咒，以前用尾巴蘸水点眉心，像个江湖郎中。以后他再做噩梦，不用偷偷摸摸了。空间新开了几样东西，1把扇子，1个玉剪，还有1件小马甲。扇子已经用了。马甲，你那个百宝阁里还有衣裳，有能让你变回人的吗？没有。那有能让你说话的吗？好像有。什么叫好像有？传音术，能在你手心里留几句话。你的声音，不是我脑子里自己想的，是真的你说的话。是我的声音，不是他想出来的。传音术每次只能留几句话，耗法力。传音术学起来快，2、3天，等他下次摊开手心，就能在上面留话了。掌柜，我叫阿福，以前在码头扛过货，有力气，不怕吃苦。码头活重，咸菜铺也不轻省，搬罐子、挑水、送外卖、跑腿，工钱不高，管1顿午饭，你干不干？干。离家近，不用飘着，工钱够吃饭就行。我家还有个习惯，新来的伙计都先让猫看看，猫要是觉得行，人才行。啊？让猫像人？新伙计，码头扛过货，那体力没问题，搬罐子比扛货轻松。码头上工钱比咸菜铺高，他愿意换低工资，说明图安稳，安稳的人不惹事。周掌柜，这猫眼神怎么跟我家以前那个老东家似的？我跟您说，那老东家可挑剔了，雇了3个伙计全辞了。你让他看，他看人比我准。手指干净，鞋帮干净，站姿笔直，眼神老实，说话不飘，体力够，不贪工钱，合格。这个伙计可以留下，适应期1个月。他刚才是不是点头了？猫会点头。明天上工，卯时开铺，别迟到。哦，好，卯时记住了。那个掌柜，你家这猫是什么品种？就是猫。哼。掌柜您歇着，这相中。放木架上第2层，萝卜的搁左边，豆角的搁右边，别弄混了。记住了，萝卜左，豆角右，跟昨天一样。婶子您慢走，罐子拿好，下回带空罐来有折扣。大爷您进来坐，门口有试吃，不买也没事儿。阿福这小子嘴真甜，比老顾会招呼人。我就是干粗活的，嘴皮子不行。猫哥，你垫子有点塌了，今天太阳好晒了晒，等月底发工锤，我给你换个新垫子。这个人可以留，碗空了知道加水，垫子塌了自己主动拍。胖墩儿，阿福是你看过了才留下的，你那天点头的时候我看见了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喵，可以，碗空了加水，垫子塌了拍松，还说要买新垫子。主要是不乱瞄，不像那个姓赵的，每次来眼珠子先往柜台里头转。我也觉得他挺好的，勤快、老实，有眼力劲儿。芊芊姐，这个是我自己缝的，上次看猫哥垫子有点塌，扯了2块旧布头做了个小垫子，粗布面的，别嫌弃。你自己缝的？以前在码头给自己补衣裳学的，绣的不好看。针脚歪，猫耳朵像兔子，但这是他自己缝的，自己买布，自己穿针，自己扯线尾。咱们在镇上有自己的房了，不是租的，不是借的，是咱自己的。行了，别摸了，再摸房契该给你摸出窟窿。进屋看看，厨房灶台砌的比原来铺子里还大1圈。3间，姐，3间正房。
有灶间，有柴房，还有一个偏屋可以堆咸菜罐。院墙比铺子那边还高，巷口有棵枣树。看见了，看见了。你先挑一间，姐让你先挑。我住靠枣树那间，以后秋天能打枣。房契上写的是顾大勇的名字。放这儿，早上第一缕光就能照到。在山坳，你是种在药田里的，在镇上只能委屈你蹲竹筒了。这是你的窝，以后就睡我屋里。以前在铺子是镇店之宝，现在在家是镇宅之猫。铺子有铺子的竹篮，家里有家里的竹篮，你的窝归我管。这个家是本仙君陪着他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建起来的，每一块砖后面都有他的辛苦。他记账记到半夜，折菜结到手起皮，搬罐子搬到手腕发红。来来来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红记咸菜开业大吉，全场半价。掌柜，对面半价，咱要不要也不降？可是客人全跑对面去了，半价能撑多久？萝卜不要钱，盐不要钱，人工不要钱，该什么价就什么价。红记门面大1倍，开业就半价，这不是做生意，是奔着挤人来的。他娘稳得住，不慌就不输。味道是好，但总觉得还差一口，差一口能让人记住的底味。酱菜会多一层回甘，不是咸的后嗓子那种，是清冽的草木回甘，一罐够用半年。掌柜，这缸味道不一样了，我吃了多少家酱菜，没闻过这个味儿。是家里孩子非要吃顾家的，多花一文不亏。红记那个半价酱菜，咸的我回去灌了3碗水，半夜还起来找水喝。你们尝尝这个，吃完嘴里还甜丝丝的。不买了，不买了。上回顾家的吃完嘴里香半天，你家的吃完光喝水。我们家的酱菜值这个价，萝卜是自家后院种的，酱料是自己调的，不偷工不减料，1分钱1分货，吃过的都知道。掌柜的说的对，我家老太婆嘴刁得很，就认你家这口。红记那个半价，她尝了一口就吐了，说萝卜是老的，嚼都嚼不动，够撑到对面倒闭。半价不到1个月就偷工减料，省盐省料省时间，省到最后只剩招牌。我家没写祖传秘方，但酱缸里有仙草籽，不是祖传是猫传，不用打折。本仙君往门口一蹲就是促销，回头在沙盘上给他写4个字：提价增品，品质守住了，堤坝就垮不了。你上次说的那招到底有没有用？顾家那边客人又回来了，我这边半价都卖不动。急什么？我有个主意，找个人就说吃了顾家咸菜拉肚子，这种事儿传得快，到时候看谁还敢买。兄弟，帮婶子做点事儿，等下人多的时候你就说肚子疼，说吃了顾家咸菜，说一句给一个铜板，简单吧？就一句话？对，就一句话，说完就走，铜板归你。1个铜板就买1句谎话，你当镇上人都是聋子？他回去肯定跟人显摆自己赚了钱，本仙君都不用亲自出手，等着就行。哎呦，肚子疼，吃了顾家咸菜拉肚子疼死了！娘疼，松手！啊，疼！你吃了啥拉肚子？今天你连铺子都没出过，刚才揣了1兜铜板回来，我就觉得不对。说，谁教你的？是王婶儿，她给我铜板，说让我在这儿说一句坏话，就给我1个铜板，我就拿了3个铜板，不是我说的，是她让的。胖墩儿，坏人彻底下线了。戏本子上坏人下线的标志就是关铺子、卷铺盖跑的。本仙君连爪子都没动，他自己就翻车了，这叫什么事不过3？又断了，传音术，把意念凝成声波，不用嗓子，不用嘴，法力够了，卡在定向这一步。再来，今晚必须成。浅成了，法力消耗有点大，传2个字传成这样，但够叫他名字了。这法术有个致命缺陷，只能对他1个人传音，极耗法力，一次说不了几个字。也不算缺陷，本来就只有他需要听，法力不够说长句子，
就捡最重要的说，两个字说，总能把话说完。浅浅，他僵住了，完了，是声音太难听还是叫太轻？本仙君练了好几天，不知道传出来什么样。万一他觉得难听，以后就少说话，反正习惯了用尾巴说话。别哭，法力不够，说不长。够了，每天都叫一次，就叫我名字，别的慢慢来。够了，叫一声他就舍不得骂我了，这招好使。醉仙楼的周掌柜，我姓赵，醉仙楼采买。上个月后厨买了罐你家腌萝卜回去，东家尝了说这味道在县里也算头一份。今天想谈个长期单，每月腌萝卜50罐，酱黄瓜30罐，价钱你开。长期单可以，价钱按铺子牌价，买的多送几罐，但价不降，不压价。东家说了，这味道值这个价。你供货，我们挂牌，顾忌特供。以后你家的货在县里就算打了招牌了。成，每月初5送货，头一批明天就发。咱家咸菜有招牌了。这人办事利索，不压价，还主动提挂牌，菜地够，聚灵镇养出来的品相强3成，醉仙楼后厨不瞎，顾忌特供挂出去，以后镇上人会指着招牌说，这是醉仙楼的供货商。开缸喽！阿福，这缸我先，天没亮就来了。家里婆娘说今天抢不到别回家。你先什么？昨天你转手卖了双倍价。阿福，你知不知道，镇上人现在送礼都送顾家咸菜，说送烟酒不如送腌萝卜。都有，今天多开了3缸。掌柜说了，这批酱黄瓜加了新腌料，比之前更脆。以前是他娘挑担子去集市卖，现在是商贩蹲门口等开缸。这个家有了招牌，有了生意，有了房子，现在还有了顾忌特供，福字木牌包浆了，红绳褪色了，2条都是本仙君在这铺子里的编织证，比什么法器都好使。2520。他揉我，一边算账一边揉，动作跟拨算盘一样连贯，大概是肌肉记忆。刚才算到醉仙楼首付款，揉了2下。转过来。咱家闺女越长越好了，以前在山坳里吃不饱脸都凹着，现在全补回来了。那当然，随他娘。老不正经，喝你的茶。实话还不让说。姐，你穿这个像画上的人。什么画上的人？你见过几张画？快去洗手，一会儿吃饭了。逃荒路上他饿晕过，脸白得像纸。现在他站在铜镜前转来转去，裙摆扬起来，眼睛亮亮的，脸颊润润的，不是锦衣玉食，但浑身都是被好好养着的光。织女的云锦，嫦娥的泥塘，不要，就要这个。这镜子真不错。他转2圈的时候，衣摆是慢慢扬起来的，藕荷色比水蓝色衬他，是衬他眼睛。胖墩儿，看傻了？没傻，就看了一下，窗外那棵枣树什么时候长新叶子的？之前怎么没注意？都是被他衣摆扬起来的风吹的。等能变回人，要带他去他没去过的地方，看山，大山，山顶有雪的那种，云在半山腰上，看海。他没见过海，不急，反正以后长得很，法力在恢复，人形也在恢复，反正不走。他今天穿旧褐色真好看，这些缘先画着，先欠着，以后一个一个兑现。是我，原来的我，欠揍的表情也在。连猫都做不成，连蹲在他枕头边的机会都没有，连胖墩儿都留不下。当年没扛住天劫，从仙君变成猫，想变回去还得再来一次。老天是真不客气。我一直叫他等，沙盘上写等，传音术里说别哭，他等了这么久，从来没催过。现在知道了，化形那天不是终点，是倒砍，踩着雷劈过去才算数。
先不告诉他。化形之前，把该安排的安排好。第一，巨灵阵核心加固，菜地不靠法力也能撑几年。第二，清晨诀生根咒写给二郎，他学会了能帮他娘。第三，仙草籽还有大蛋罐，铺子够用。第四，阮甲已经认主了。第五，他今晚也安稳地睡在砖瓦房里，不是怕渡劫，是怕万一，所以把万一提前填死。成了，就回来敲他的窗，用人的手敲，他会开门，可能会愣一下，问你是谁。我就说胖多儿，他会哭，也可能先笑再哭，也可能揉耳朵，不过这次揉的是人耳朵，不成，不想这个，明天还要去铺子蹲柜台，先把这些做完，化形的事到期再说。今年夏天好像没有去年那么热，去年在铺子里记账，汗滴在账本上把字都印花了。你倒是会享受，整个铺子就你最会挑时候。客人多的时候你在柜台上翻肚皮，客人少的时候你在竹篮里睡大觉。阿福说你比掌柜还像掌柜。那是，本仙君干了多少活，浇菜地、守铺子、蹬走酸师少爷，翻肚皮是促销手段，不是偷懒。胖墩儿，等铺子赚够了钱，我想去县城看看。听醉仙楼的赵管事说县城有夜市，整条街挂灯笼，还没见过呢。带你去，把你装在竹篮里，挂在马车前面，让你看一路。县城，他想去县城，以后还要去更远的地方，山海桃花。现在是他带我去，到时候是我带他去。胖墩儿，你之前说传音术每天叫一次，今天的还没叫。浅浅，今天也好看。你今天多说了2个字，法力长了。不是法力长了，是今天想说的话多。他穿那件水蓝新衣裳去铺子的时候，本仙君就想说好看。浅浅，把你弟作业没收了，他又偷偷往书上画猫，一本签字一空白页全给他画满了。我没画猫，我画的是姐。那页画的是姐在记账，就是头发画长了点。这小子画人跟画猫似的，这次画姐被当成猫，进步空间还很大。蓝豆汤好了，都来喝一碗。阿福，缸先放着，喝完再刷。来了来了，掌柜，明天那批酱黄瓜要开缸，我闻着味道比这批还香。你干嘛？想帮他擦，忘了现在用的是爪子，没擦掉反而蹭花了。笨猫。雷杰还有日子，云才刚开始聚，还有时间。今晚先陪他在枣树下坐到天黑。今天铺子里来了个生面孔，说是从府城来的，尝了咱家酱萝卜，说要订货。娘说府城太远，送货不方便，先不急。我也觉得不急，铺子才开了1年，先把镇上的老古户稳住再说。不过府城比县城还大吧？你说以后咱家的咸菜能卖到府城去吗？能。胖墩儿，以后要是咸菜能卖到府城，我带你去看府城的灯。赵管事说府城的灯比县城还多，整条街都是亮的。府城的灯，他想去的地方越来越远了，从山坳到镇上，从镇上到县城，从县城到府城，一步一步他都带着我。以后带他去看的不止府城的灯。桃核是2楼开了之后翻出来的，种下去以为要等好几年，是仙桃种，没想到在灵泉边上长得快，几个月就结了花苞，花期不远。等他推门的时候，这树该开花了。以前在心里画过一个圆，灵泉边上种一棵桃树，等开花的时候带他进来。花瓣落到他头发上，我帮他拂掉，红绳救了。他当初祭他的时候说，保佑你再也不渡劫失败。要是真有那一天，这根红绳是系在猫爪上，还是系在人手腕上？快了。胖墩儿，天亮了，你怎么天天这么看我？因为每天看都跟昨天不一样。云聚的快了些，比预估的快，不能再等很久了，得在雷云成行之前把最后一件事安排好，把永远2个字写在他手心里，不是用猫爪子，是用人的手。第一重不算多重，跟他饿晕时发的高烧比不算什么，之前在心里排过序。第一，聚灵阵加固了。第二，御简法术写在纸上，搁在他账本旁边。第三，行雨扇放在枕头边，他认得怎么用。第四，仙草籽还有大半罐，够铺子用很久。
第5，他爹腿不疼了，他娘不咳嗽了。第6，软甲在他枕头里已经认主了。第7，万一的是我死了。现在只剩一件事，扛过去。等雷霆，等毛退掉，等人形回来，等能敲他的床。带我回去之后，叫声浅浅。他开门的表情，本仙君赌一罐小鱼干，先是愣，然后是笑，然后是哭，然后揉我耳朵。我一定要活着，他还在等我。胖墩儿，胖墩儿，胖墩儿，你在哪儿？胖墩儿，别藏了，别吓我，再不出来我要生气了。浅浅，谁？浅浅，浅浅，是我。胖墩儿，你变成人形了。浅浅，我回来了。我想看看胖墩儿的耳朵还在不在。没了，猫耳朵没收住那次，被你笑了好几天，这回是人耳朵。揉吧，以后都是人的耳朵了。浅浅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。你说。第1件，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。你传音术说过了。那是猫爪子按出来的，这次是人嘴说的，不一样。第2件，谢谢你等我，一直在等。不是梦，也有耳朵。以后还有很多话，以后慢慢说。以后慢慢说。宝宝们，第1季结束了，第2季正在写剧本，大家想要看 B1 结局还是 H1 结局？小编特想写一个绝世大虐恋，在线等，挺急的。